然后才是关键的难点，减脂成人神通本身的局限性。虽然渡仙门的山门距离东胜神州比较有名的防镇临海镇比较近，也就隔了2万多里，但是李长寿现在最远控制纸人的距离只能达到1000里远。凭现在的减脂成人，或者说原版的减脂成人神通，无法让纸人抵达最近的防镇。洪荒真的是太大了，完全无法想象远古龙凤麒麟等百足昌盛时，那近乎无边无际的洪荒大地又该是多么的广阔。说回正事儿，李长寿坐在那儿沉思半日，对丹药生意做了详细的统算规划以及风险评估，总算是定下了决心，双管齐下，勤劳致富，改神通，先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法。等风遁和火遁完成参悟进阶，就专心改良减脂成人神通。想要本体在山中不动，纸人去山门外防镇搞交易，减脂成人必须要进行魔改，还必须是非同寻常的魔改。原版减脂成人的原理是将自身的法力仙力储藏在纸人之中，纸人化作人形，其实是近似于障眼法。因为纸人的材质特殊，自行携带生灵气息，故可以以假乱真。李长寿成仙之后，减脂成人的神通趋于完善，在仙识笼罩的范围内，可以寄托一部分心神在纸人的身上。如今李长寿不去控制纸人时，纸人也会宛若活物一般，可以完成施展神通者的简单指令，比如扫地、除草、按摩、跳舞、简单的拼杀战斗，以及某些不可描述的功能选项。但李长寿现在需要的并不是这些效果，他想要将减脂成人魔改为最廉价、门槛最低的身外化身，相当于给自己造一些可以随时替换的纸身体，在其中储存一部分仙力，心神入住，随意切换。纸人化身只要能够发挥自己1成或者 0.5 成的实力，就足够使用了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必然会用到炼制法宝的禁忌。李长寿沉吟几声，这一次倒是迅速，很快就敲定了今后10年的修行规划。学炼气，搞神通，不会就学，不懂就看。我现如今的寿命足够充裕，炼气之法也应该搞起来，优先钻研一下能够寄托心神的禁制吧。又将目光放回储物戒指中，这一波没得说，感谢老铁月老对小琼峰建设的大力支持。除了高品质的仙石之外，李长寿还看到了一堆瓷瓶啊、葫芦啊，里面竟然都是丹药，而且呢还都是类似于毒龙酒效果的丹药。嘿嘿，只能说不愧是月老啊，送的丹药都是如此的别致。李长寿本来直接想将这些丹药用3昧真言烧掉，但是犹豫了一下，太浪费了，这可都是月老炼制的仙丹啊，许多男炼气士的福音啊，挽救姻缘，幸福道侣，仙凡双用，殊叟无期啊。取出了一些空的瓷瓶，将这些丹药分门别类的处置好，再将月老的那些瓷瓶烧掉，炼去了月老的气息，以后留着送礼，或是拿去衣物换物。如果这个东西受欢迎，自己也可以试着逆向解析出丹方，搜索炼制之法，大量生产，厚利多销。财迷心窍可不好，后财也只是为了更好的修道，道才是炼气士的根本。教育了自己2句，李长寿也哑然失笑，将法宝戒指内的东西尽数转移到了自己的3只主储法宝中，又将戒指封存，细细地品了几遍自己跟月老的对话，确定自己的表情言语不存在任何疏漏之后，
也就暂时将此事放下。自己去天庭还有一段岁月，师父此时也没有抵达真仙境，这些事儿都不必操之过急。做完这些，李长寿悄然离开了地下室，驾云飘出了小琼峰。道藏殿在破天峰后山的山腰处，李长寿一个来回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，甚至在外殿中常年打坐修行的长老都懒得睁开眼看他一眼。随后，李长寿就在丹房中开始修道新领域的钻研工作。小师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关。道藏殿外殿中能寻到的炼器禁制都偏基础了一些，若是能让小师叔去内殿帮忙记录一些对于门内真仙公开的高阶禁制，就再好不过了。门内现在还是不禁止真仙传授这些给未成仙的弟子的。李长寿的手指敲打着桌面，心底细细盘算着，随之又想到了一位门内的长辈，万灵云长老。自己现如今用的千毒百金炉就是万灵云长老自己炼制的，自然可以找这位长老讨教炼器之法。只是自己已经在这位长老那儿得了太多的好处了，脸皮再厚也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就问问寄托心神在法宝上的禁制之法吧。李长寿轻轻一叹，欠这位长老的人情越来越多，当真不是什么好事，今后都是要想办法还上的。在丹房待了半日，又摸去了密室中，取出几只纸人，随手撒在桌面上。这几只纸人立刻像是活了过来，在桌面上站好之后，开始跳蹦打架，跳起了拱背舞。李长寿凝神注视，仔细体会，很快就开始感悟。不多时，他拿出刻刀竹简，开始做第一次关于纸人身外化身进阶钻研工作的笔记。神通创新就在于不断的尝试，想要完成神通魔改，就必须要大胆进取，拓展思路，小心求证，稳扎稳打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。于是6年后，蔚蓝的天空中，几朵白云缓缓飘过。渡仙门山门前，一道褐色道袍的奇缘老道端着拂尘，与守门的仙人言说自己外出之事。奇缘师弟，你要出去总共几日？大概3日就可回返。心中偶然有所感悟，外出走走看看啊。善。守门的仙人并未多询问，护山大阵打开一条缝隙，让奇缘自行外出。奇缘道了一声谢，驾云出了护山大阵，朝东海方向而去。飞出了大概1000里远，奇缘就听到了一句传声：师父，将盒子找一处密地放好，您就去灵矿那边等着便是，不用离开山门太远。3日后我必会回返，您把盒子再带回去就好。好。奇缘应了一声，对着袖子小声问：不用为师多做什么？李长寿继续传声：师父不用担心，弟子只是去房镇上卖一些丹药，再买些草药，这样可以赚一些灵石和宝财。奇缘心底一叹，目光中略带愧疚，却是遵照弟子的嘱咐，飞到了一处山林中，找了一个毫无人迹之地，不着痕迹地将怀中一只拳头大小、四四方方的檀色木盒放在树下草窝中。做完了这些，奇缘老道假装在此地漫步欣赏风景，一缕仙识也在观察着这只盒子。片刻后，盒子打开了一条缝隙，一颗指甲盖大小菱形的宝石探了出来，在周围晃了晃。这宝石轻轻地闪烁起光芒，李长寿的一缕传音再次传入奇缘老道耳中：师父，您先说一下仙石。好。奇缘将自己仙石收起，心底却是颇为的纳闷。顿
顿时盒子外面的菱形宝石不再闪烁，一只类似于潜望镜的芦苇杆探了出来，朝着周围看了看。紧接着盒子盖被轻轻地推开，一只淡黄色的小纸人跳了出来。这纸人比普通纸人厚了几倍，个头也稍微大一些，肩上斜挎着一只小巧的布包，他掐着腰，身体来回晃动，一缕缕光芒环绕在他身周。转眼间，小纸人变作了8尺高的清瘦道人，身着青色道袍，长发随意竖起，斜背着一把长剑。纸道人的气息轻轻起伏，稳定在原仙境后，又迅速降低为归道境，随之便遮掩了起来。纸道人的目光轻轻转动，其内透出了几分灵光，与活人毫无二致。拿出镜子照了照，纸道人低喃道：相貌总归还是有些像我。摇摇头，收起地上的方盒，双手掐起法诀，身形没入土地中，转眼消失不见。这就是李长寿钻研6年的成果。神通改良测试版，剪纸成人。这一具纸人已经算作实际意义上的身外化身了，但因为李长寿取了许多的巧，这个化身其实只是一具空壳。除此之外，纸道人1号还有许多不完美之处，比如李长寿不得不将一部分元神之力寄托其内，若分身被斩，他本体的元神也会遭到轻微的创伤，这一点就需要不断的改善。为了防备纸人分身被斩，李长寿也花费了许多的心血。就如纸道人背上的宝剑，看似是剑，其实是迷药、毒药混合催散的法器。本来李长寿此行并没有检验这具1号分身战斗力的打算，但是人心险恶，漏财招灾之事，他出门第一次就遇上了。离开渡仙门附近，他用了半天土遁，赶去了东周颇有名气的临海镇。稳妥起见，他小批多次，在不同地点、不同收丹药的店铺，用不同的伪装卖了自己炼制的许多丹药，还在此地发现了渡仙门的几家商铺。随后又用换到的灵石以及那批仙石的一部分，按相同的方式买入大量的灵药、毒草、宝材、灵兽幼崽。不算第一桶金投入，这次丹药盈利大概能有成本的60%，已经是相当不错了。后面为了掩人耳目，他还在此地摆了半天的摊儿，将自己练手炼制的法器以及一些成色不错的丹药摆出来，摆的价格适中，也卖得了少许零食。然而如此的小心翼翼，李长寿发现自己的这个纸人分身还是被人给盯上了。离这3天之期还有半日，李长寿悄悄地出了这座规模堪比俗世大国国都的防镇，驾起云，朝着能够施展土遁的林子飞去。然而几道身影从临海镇中跟了出来，各自隐藏修为，悄悄尾随。看吧，这就是洪荒啊。李长寿心底轻叹了一声，驾云飞得更急了一些。这分身化作了剑修袖口，一只只抓着小剑瓷瓶的原版神通纸人，正摩拳擦掌，蓄势待发。最初把意识挪在这具纸人的身上，李长寿也不太适应，就是那种感觉自己很薄、很轻、很脆弱、很无助，没什么防御力，毫无安全感。但是呢，活动片刻也就适应了。出了防阵，确定被人尾随了，李长寿故作不知，驾云朝着自己预定的地点赶去。因临海镇周遭布置了反五行阵势，禁止遁法随意穿行，所以必须拉开一段距离才可以施展土遁离开。那些尾随自己的奇怪大汉，此时已经有2个人赶在自己前方，在密林中布置了少许的阵法陷阱。
应该是拿出上品灵石时，被这些人给盯上了。李长寿的心底思量着，也有些无奈。灵石算是东胜神州和中神州的硬通货，因为这个东西用途最广，而且炼器士都有需求，且产出也稳定。而上品灵石一般是灵脉的最核心才能产出，罕见且珍贵，价值比普通灵石高了许多。前方300丈的密林应该就是对方的出手之地，那里是刚离开反五行大阵的边缘，也是李长寿能够施展土遁离开的边界。对方显然也是有过精心的算计。李长寿的这具指道人的战斗力有待商榷，防御方面肯定不行，只有相当于反虚境炼器士的强度，但是仙力却是他自身灌注的，能直接施展强横的法术。此地离着防阵较近，虽然偏僻，但是强烈的元气波动肯定会引来不少炼器士关注。而且指道人损耗太多仙力，容易缺油，回不了家门。指道人身上可是带了李长寿1/3的资产，虽然还有指道人2号和3号做后备，但能不损失自然是不损失为好，必须速战速决，还不能让对方碰到我。离着对方布置的陷阱越近，那种视线汇聚在自己身上的感觉就越强烈。因为本体不在此地，并没有灵觉示警。李长寿看了眼自己腰间挂着的灵形宝石，这是他炼器第2满意的成果，侧感石。第1满意的成果便是摄魂珠。这6年，除了给纸人增加寄托心神、稳固仙力等禁制，他也就做出了这么个小玩意儿。此时这宝石呈现为紫红色，代表有3道以上的仙石灵石锁定在自己身上。